今天我们还是接着来聊上次做的那个阳光房的 deck。上两集我们已经把那个外墙和它的屋顶的梁、结构、truss 都已经做完了。这一集主要是讲那个 deck 表面的铺装。deck 正常铺装方法有很多，我们用的，因为我们做的 deck 基本上都是Quila的。做Quila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做那种一般的松木 deck 做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松木 deck 也有个特点，它反正所有的 deck 吧，你都必须把它每条直线拉正。Quila 呢有包边最好看，没有包边的话显得有点不是太大气。松木的话呢，简易的松木大部分都是没包边的，因为没有太大意义包边。很多人切松木，他切完以后他也不会磨边。松木有90的，90乘以19的，32乘以90，还有140乘以32，基本上就是3款。然后薄的呢用的不多，32的30那种厚度呢，大部分都在用那种。因为特别薄的话，你踩起来不是特别的稳。但是Quila不一样，Quila它属于硬木的一种，它这个木头特别坚硬，容易劈开，所以说它呢虽然说只有19，但是它非常硬，承载力很强。我们在做铺板之前要先计算，当然计算之前我们要先把它那个该加的木加完，因为我们这个 deck 设计的是包边，有4边都要包，然后每一个有小转角的地方也得包，所以你事先得把木头加完，尤其是下面的 4x2 你加一加。然后整个 joist 是已经刷过那个防潮的了，本来你可以用 DPC， 但是用不着。没必要，你还是买一个那个防潮的，刷一下就行了。因为刷防潮它有个好处就是，让它不管是钉子还是螺丝，它以后木头呢接触水的时间就会变短，就是它大部分时间并没有水在上面坐在上面，或者是因为水和灰坐在上面坐久了以后，它会容易让木头它那个劈掉。大部分旧的木头拆下来，它总是有钉子洞，关键是钉子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那种打钉子。以前做 deck， 如果它钉子是垂直敲下去的，垂直敲下去的钉子效果是最差的。为啥呢？因为那个钉子你走久了以后，它自然会弹起来。你敲钉子带个角度。以前我们在学校里，老师就会告诉我们，敲钉子如果你带个角度敲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弹起来，而且会很稳，因为它受力不一样嘛，你带角度受力不一样嘛，它不是向上的拉力嘛，它有侧边力，所以说你光向上是拉不出来的。尤其是那个 deck 钉它表面其实没有做那种那个防滑，我们用的 Galvanese 钉。它表面感觉你打一枪，如果你用钉枪打的话，它是直接进去的，它是因为有胶。但是如果你是买的是那种手敲钉，就是不是古代吧，就是以前10几年前大部分的手敲的嘛，手敲钉的话，它上面有 groove， 但是那个玩意儿久了以后会把木头给磨掉，你知道吗？磨掉完以后水就进去了，水进去了完以后，那个就是上表面大概30的位置就劈开了，它就一般的裂开了以后，那个 deck 就算坏掉了。因为大部分15年以上的 deck 手敲钉或者是钉枪打的钉都有这个毛病。有时候不喜欢钉枪打钉呢，因为有人用拿那个气枪钉佩斯龙打，它2下就打完了以后，那个有的 deck 上面全是洞。枪调的并不是特别浅，当然了，如果你用7泵钉打的话，一般可以打那种圆钉出来。打圆钉出来的话，效果也还行，但是还是要讲角度，你不要垂直的往下打。垂直的往下打，那个钉子，那个 deck 是根本不行的。
还有很多人做 deck， 它那个中间缝留的不是特别大，比如说那个 gap 正常是4到5毫米，你就是90的那个32的木头，它其实也是也是5毫米。5毫米的话是最优解吧，应该是最好的一种间距。为啥呢？透气嘛。即使有那个水汽在 deck 表面或者是 joist 上面，它都可以通掉，它可以透气透掉，又可以把那个下面的湿气也排掉。因为其实你在草地上扔一个玻璃，你会看到迅速的那玻璃下面全水。这个其实跟你做 deck 差不多，你做 deck 板一铺，它那个下面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它那个水蒸气上来就会被挡住。如果有些 deck 铺的完完全全一块板挨着一块板，它那个效果就是水汽全在下边，它会形成水滴，有时候真的会形成水滴，大部分时候都会。然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干的，但下面已经开始发霉了。这也是为什么 deck 必须要留点缝。然后下面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铺上防潮布。有条件更好的话，铺防潮布也行。当然了，让雨水落在防潮布上也不是太好，还是防潮布比较好一点。就是水可以透下去，草长不起来那种。我们现在是木头加完，然后用凿子把那些加过的木头，或者是以前打那个 joist 或者是加的那些小 packer 的木头，给它凿一凿。凿一下的好处就是，等人铺板的时候容易凿平，不容易特别翘，你知道。很多人打那个 deck 板接口，它接口总是接在同一个 joist 上，可以，这没问题。但是就是那个 joist 是遭老罪了，一个位置打了4颗钉。当然了，还有就是因为有的木头吧，你切完以后，你 deck 板有的木头你在那儿打钉的时候呢，或者锁螺丝的时候呢，它容易劈掉，因为太靠近边了。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加个小木块，加个小木块的目的呢，就是让它那个头上锁螺丝或者打钉离那个头上的那个切口尽量远一点，这样的话它木头才能粘得住嘛，它木头才有那个才可以把那个钉子给 hold 住，不然的话每次头上都是劈开的，有时候。当然了，尤其是个硬木更是如此，很容易劈开。为什么硬木一定要让你转？就是因为太容易劈开了。它承载力很行，但是就是往两边分的时候，很容易被一个东西给顶开。做铺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确定我们是包边，包边的话，我们就会定下来2条，就是你选好方向以后，我们这个是长条形的嘛，所以就选长条，左右两边各做一条包边。但是你左右两边各做一条包边的时候呢，你要算一下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因为咱们是用95来做的，95做的第一块你量出来位置以后，你要检查一下整条线是不是直的。你说你拉条线，你看看95离这条线是不是一个均匀数，然后它那边离那个墙边是多少，这样的话可以确定出来第一块板的位置。然后第一块板位置确定完以后呢，你就一定要确定它最后一块板的位置，就是另外一个边包边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决定里面到底是95还是95加94，这样来互相调整，你知道。为啥选95呢？95它可以调嘛，你如果差几毫米的话，如果多了几毫米，那你就几块板变成94嘛。如果少了几毫米，那你几块板变成96嘛。反正你看肉眼看也是不大看得出来，你相信我。调95呢，你不管是松木的那种有水的松木，它积水的松木那个板里面，它那个晒干的时候，它会有少那么1毫米，或者是基本上不少，就看它那个木头的膨胀系数嘛。然后这个溃蜡呢，基本上是不会动的，因为它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干料了，里面是干的，它基本上不会动。然后你就是泡完水以后，它也基本上动不了太多。然后溃蜡呢，当然了，我们是做完以后一定要上那个 stand， 上油，那个油很容易沁进去完以后，那个油
你泡过油的木头，它肯定是防水性能更好嘛，对不对？可以保证它木质不容易很快的劈开，就是太阳晒给晒裂掉，你知道？不然你正常看你的那个松木，如果你做了一遍油，5年以后它上面还是有小裂缝，就是因为太阳晒、空气、热胀冷缩的各种原因。但是那溃烂呢会稍微好很多，每5年你刷一次油，清洗一下，然后刷一次油，它那个质量是非常好的，感觉都不会烂。你老的溃烂，你如果那个没有腐烂掉哈，重新刷一次油以后跟新的一样。所以说这个维护也是很重要的。讲到这里，有时候我也想到那个 C 大木的话也差不多是5年，最好不要超过10年，5年最好是上一次油。因为为啥呢？有太阳晒的地方 C 大木那褪色是很快的，然后没有太阳晒的地方呢会好很多，会一直保持那个颜色，尤其是黑色，因为很多人喜欢把 C 大刷成黑色，有的是沁油，有的是刷那个真的油漆，就上的是 varnish 那种油漆。像我们这边确定量好位置，第一块板确定完了以后呢，拉根线，一定要拉线。做 deck 板，我不是特别相信 packer， 就是那种间隔。当然了，如果你是整条，比如说你 deck 板它整条长度超过你的那个整个 deck 的区域的长度，你有时候用 packer 也是可以的，但是 packer 用的地方不在这里。packer 它用的地方也是在你每隔5块或者是每隔4块做一个基准线、基准板的情况下，中间用 packer 是可以的。像我们如果我们每隔像这种大板的话，我们基本上每隔4块，这中间有3块填在里面，中间有3块填在里面和中间有4块填在里面，差不多，但是3块是最好的。就是你每隔3块做一条基准板，就是用线拉出来做的那种基准板。为啥要线拉出来呢？因为你知道每一块 deck 板都不一样宽，有时候同一块 deck 板前后两边都不一样宽，就是前头是90，后头可能是89，或者前头是90，或者是91，都有可能。而且2块板一模一样宽的情况下有，但是不太多，基本上都会差。所以说我们拉线做的目的是让这个板的一边必须是保持直线。所以说我们每隔多少，每隔92，你放完了线，你每隔92量一次，然后你再减掉50，这样的话你拉根线，然后通过这根线靠着这根线去量50，然后把你那个 deck 板的真实位置确定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每次做的板就是一条直线，看起来非常爽。好，然后你把基准板都做完，填完以后，剩余的你再把所有的 deck 板往里面填。这个时候呢，你填完以后就拿几个七索或者是什么小工具自己找，其实就是找一个可以调的 packer， 然后插在里面3个。它就可以把一头给它弄成均匀的，你这个时候肉眼看一下均匀就 OK 了，然后再继续往下调，尤其是在它的木头弯曲更大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把它好好的调回来。现在我们就是拉完线以后呢，检查如果线的两边都 OK， 线对于整个墙面那边，visible 墙面那边也是很均匀，或者是误差不大。然后你做板的时候呢，它那边还有一个小缝，比如说10毫米、12毫米的小缝就 OK 了。然后这样做出来的板呢，就质量会非常高，就是直线，还有肉眼观察，还有个人感官都 OK。弄完以后呢，你只要把你的第一块板做了，然后最后一块板做了，然后中间呢，你把数量出来。基准线、基准板的那个位置量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去拿很多其他板过来放在那个 deck 上，你把那些位置空出来，然后你放在 deck 上，你走路就方便了。因为我们调一整条嘛，就调那种基准线、基准板，调完以后，中间是可以填东西的嘛，你先放在那里，走路就方便了嘛。尤其是这几条基准板，一般这个地方可以做1条、2条、3条，
大概5条基准板做完以后，中间就放东西，放板，然后走路就很方便了，就不会出现那个走路那么很麻烦的样子。现在我们主要就是找那些基准板，找完以后转的时候，你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转，你是在调正的时候转，所以说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来。OK， 你看现在准备开始上第一块基准板了，包边的基准板，因为包边的它也叫基准板。上完以后呢，中间就可以继续填其他东西。刚开始很慢，做基准线，因为每次都要算嘛，刚开始慢，但是后面就快了，后面填板的时候就快了。所以说 deck 呢，做的时候呢，你要预转动，然后这个亏啦要预转，要 per drill 一下，然后再锁螺丝，不锈钢螺丝最好用G10的，G8的太软了，有的不锈钢螺丝太软了，很容易断，一定要用G10的那种，它锁起来很结实。所以等这块板转完，基本上就 OK 了。这块板转完，然后再量另外一个基准线，第2条基准板就是在靠墙边的，然后把那个地方包起来，因为墙边有几根柱子，做柱子的时候绕过它就行了，因为柱子是90，我们这是140，所以说不需要在柱子呢单独做那个包边，就直接用一块板切个缺就可以把它过掉，这样的话视觉效果是很好的。现在做这个 deck， 我们屋顶已经有了，因为上屋顶的时候下暴雨，所以就没有记录。我们屋顶有了，你看屋顶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不亮，就是因为不亮的地方我们有 paper， 有那个铁皮屋顶 corrugate， 然后亮的地方呢，我们选的是那个透明的屋顶，这样的话保证做完以后，外墙内墙封上以后，它那个采光非常好。整个现在来说呢，已经开始要准备切2头的了。只要把2头都找好位置，然后切出来以后就 OK 了。等我们把那边找完，然后切出来就 OK。因为这个面积挺大的，这个面积锁完得有40多平方，如果加那边的话，都接近50个平方了。所以这个 deck 是挺大的一个 deck。下次我们可以单独讨论一下楼梯怎么做，因为做楼梯也是一个通过计算来得来的。正前面我们的楼梯做的是一个2级3跨步的楼梯，选取的高度都是最优的那种170以下的，不要超过180，180抬脚太高了。你用180的话，的确抬脚太高，然后不利于老年人和小孩。然后楼梯板面的宽度一定要超过280，最好是330，尽量是290以上吧。当然了，现在我们选取做楼梯，现在我们都按照我们现在的经验来说呢，都是用290那个整块板来做。整块板来做呢，它可以保证它整个楼梯的强度，因为楼梯下面还有一个做一个挡异物或者小孩掉下去的那个 4x2， 有它的下面撑住的话呢，290楼梯踩起来是非常非常稳的，比190的稳很多。这个时候我们把那些其他的长板拿过来，准备要开始做
靠墙的和中间的几块那个怎么来说呢？标准板，就基准板，就基准板是用线拉出来的，其余的并不是用线拉出来的，其余的我们只是说靠放在里面，通过肉眼看来调间距做出来的。做这个转动的时候，它老是蹲着的，所以说做久了以后呢，就会觉得膝盖有点不舒服。但这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休息1天就会好。一定切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每一块这个板它两头都不是特别一样，所以说我们就会把那个切之前用靠尺、拐角尺看一下，直角拐角尺看一下。不平的话呢，直接贴着尺子切一刀，这样的话会好很多。玻璃的师傅过来把那个我们装的那个推拉门的那个活动滑门上去了，然后把那个活动的那块那个玻璃可以开的那一扇也上上去了。正好他们今天过来上。他要是再晚来1天 ，deck 就可以踩了。只是说现在 deck 还不怎么能踩，中间全都是 joist。这个是最长的，这个最长的需要2个人一起搬，因为太长了。这种板，它出厂的时候，它会给你用5块给你绑在一起，它一定要给你绑在一起。为啥呢？因为等你把它解开以后，放一会儿或者是放1天，它就变形了。它这种板它会歪来扭去的，它如果不给你绑的话，它1块板都卖不出去。像这种长的板，我们解开以后，过一会儿它就弯了。弯的话就必须靠那种线来把它调正。如果你没有线的话，你根本就没法调，非常紧。有时候基准板的时候需要2个人，如果它变形严重的话，绝对需要2个人，一个人使劲掰，不管你用什么工具，使劲掰把它掰直，另外一个人压住它，量完线马上锁。这样的话锁特别弯的地方要锁2颗。不是特别弯的地方锁1颗螺丝就行了，然后等会儿回头再一次性补完。为什么一定要一次性补完呢？因为你锁完螺丝以后，到时候你填中间另外3块或者4块板的时候呢，它两边都有螺丝，你可以知道你准备转螺丝的眼儿在哪。所以说你两边现在是基本上是2边做完了，两边做完了就算中间的位置，把中间的位置画出来就行了。这个做这个东西不要偷懒，还是要拉线做基准线、基准板。因为有的人是把所有的并在一起，然后看了差不多以后就使劲打钉，因为它是并在一起的嘛，中间没有缝，所以说它不是调缝的那种。我看很多人的 deck 都是没有缝的，没有缝的 deck 最大毛病就是很滑，它灰又下不去，然后渣渣又掉不下去，然后久了以后特别滑。尤其下雨天水跑得慢，因为你并在一起，你下雨天它水不可能滴上去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有经验的。你没有5毫米的那个水很难滴，大部分就在板上积在那里，久了以后板就发霉了嘛，长青苔嘛，对不对？就会变得越来越滑。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不留缝的 deck。我还是喜欢留一个5毫米缝的，当然10毫米太大了，除了你想省板以外。我喜欢看那种小板也是90毫米的奎拉，它也是留5毫米，看起来很舒服。当然了，你可以留10毫米，一般是95和94之间自己选。至于哪些是94，哪些95，完全取决于怎么样用整板把整个地方做完。因为我们基本上不开板，超过10块以上基本上都能找出来位置，因为10块嘛，每调1毫米就多了10毫米嘛，所以你差20毫米的话，你就提前换一个数，
它就会差几毫米。几毫米的话，随便换几块板就可以了，这几块间距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这都是技术。万一遇到那些板不一样的，有时候特别大的那种板，你做 deck 板遇到92、93都有。当然了，当然这是松木的，溃烂的很少，溃烂的最多是那个木头缺一点，然后给你锯出来。你明显一看侧边就知道它是机器没有切到那个地方，因为太窄了，它机器就切90，太窄了。或者是另外一个光面没有刨到，那说明光面本来就缺，料就缺，所以说它就没刨干净。溃蜡有的溃蜡特别颜色特别深，上面有金丝，就它那个木头纹里面有金丝，那个特别好看。上了油以后非常漂亮，就跟 C 大一样。C 大你上清油以后，上黄油以后，其实也漂亮。这种溃蜡最好上红色的那种溃蜡油，那种最好的。正常第一次做完以后，你上一遍，其实就可以了，就已经很漂亮了。现在我们铺的中间现在正在调中间的那个基准线，但是中间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走人了，因为板已经铺上去了，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就很轻松了。你等下一集的时候，基本上 deck 板就做完了。这个其实就是用心做的问题。其实你用心做和不用心做时间差不了太多。当然这是比较贵的板嘛，如果你要做那些便宜的板，时间也差不了太多。松木嘛，你不用漂坠嘛，但是松木你最好用deck螺丝，带那个双螺纹，还要带那个尾部紧固螺纹那种。那个屁股上有螺纹的那种锁进去以后，最后一下它马上会锁死，它会迅速的把板拉下去。所以你如果是用松木的话，你不预转它也可以，但是就是可能会有点毛刺。但是不管你怎么弄，不管是溃蜡还是什么，最害怕就是预转太深了，转了深了个要命。它那个预转那个头它没有调深度，那个是可以用六角螺丝把那个调那个卡位圆盘给它调一下，就是你卡到以后卡到一个自己最合适的位置，然后使劲拧紧，然后你每次做的时候呢，不要使劲往下挤，使劲压，有时候会把那个六角石，那个小的六角石给压松，你知道。溃蜡最好是正好在表面，跟表面齐，或者是矮半毫米，那个是最好看的。这样呢，它不积水，你知道吗？不积水是最大的我们的那个要求。不积水的话，它那个水不会在洞里一直流着。这也是为什么你用打钉的话，最好也不要打透，就打超出表面，免得话水一直在那个洞那边流着，它出不去，它容易把木头抛烂。你看很多溃蜡木，它一烂的时候，一般是烂的是头上，一般会从头上开始烂，因为那个地方积水嘛。所以说你头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地方一定要给它刷点油。上油的时候一定要浸够，因为头上那个油很容易浸进去，其他地方那个油还不是特别容易浸进去。它就像水一样，你在其他地方它容易流下去，在头上呢是切口或者是它原始口，它很容易就水就会渗进去。所以说你溃蜡为什么要刷油，就是让那个地方不仅保护整个木头，也保护它那个头上，不让它那个水积在那里，不让它水很容易渗进去。这个锁螺丝把基准线、基准板锁完就差不多了。当然了，我们是亚洲人，他可以亚洲蹲嘛。其他人他喜欢跪着锁，跪着锁就带个那个护膝。当然，如果想跪着锁也可以，也带个护膝或者是护垫就可以了。当然，这个适合是铺了好几块板的情况下，刚开始只是 Joyce 的时候还真不行。现在我们基本上做了有1/3了，主要是把基准线、基准板拉出来就行了。今天我们就主要讲到这里。